珊珊怎么样了？哭累了，睡着了。但比我想象中要坚强。我一直盼着珊珊能看清周泽阳的真面目，狠心跟他分手。现在真的实现了，我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。都怪我没有及时干预。你说的对，我太自大了。珊珊也一直问我，为什么周泽阳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。或许周泽阳一开始也未必是想利用珊珊，可是人的贪念一旦被放大，就不会有底线了。人都是会变的。那你呢？你会因为什么而改变？不知道，但愿我永远都不会变。可是我了解你，也了解我们的未来。你了解我什么？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？周言，虽然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，但比起担忧未知，我更想和你一起去面对。让沙漏倒流吧，我逆向穿越时光，所有遗憾都该被重新丈量。那是未懂，那可以是永恒，理想的时针终被永恒定了。哎呀，到底是什么惊喜，这么神秘？这是哪儿？这是我们的公司。我们的？我答应过你要给你幸福。这间公司虽然很小，但你愿意做它唯一的女主人吗？我……钱佳敏女士，你愿意接受我的心意吗？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照顾你一生一世吗？我愿意。佳敏，球技不错呀，啊。我平常都怎么教你们的啊？你甭管人家什么身份，你得对人家尊重。听说现在自立门户了啊？那我是不是得叫你叫周老板呀？我还说找个时间去拜会你。你那个脸是怎么回事？不会又被庄严那个娘们给打的吧？不是庄严，是秦牧。啊，哎，难怪，你把人家的宝贝妹妹都给骗走了，这个打挨的不亏。秦牧当着全公司的面把我轰出去，我没有办法再回去了。张老板，我现在的心情你能理解吗？我不理解，我也不想理解。你们锦心内斗，不要拿我当强势。张老板这是说的哪里话呀？锦心要是没了，不就是你国龙的天下吗？这是你该操心的事儿吗？你现在都自身难保了。张老板此言差矣。秦佳敏现在是我的未婚妻，就算秦牧他不认我，
他还能不认他的亲妹妹？你来找我，是有什么小骚招啊？我想跟张老板你谈一笔合作。秦墨他太嚣张了，不如我们俩联手，送他一程。你想怎么合作呀？其实很简单，想要秦墨上钩，我们就得加大筹码。你只需要给我一点资源，接下来的事情我来办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来打一把。好啊。白球，下个月在海城举办的食品交易会，是扩大锦心品牌的绝佳机会。我推荐珊珊成为代言人，而且代言人要和品牌深度的绑定。我提议由珊珊来出任我们锦心的广宣部经理，负责一切的宣传工作。代言人的概念是一个不错的想法，只不过珊珊没什么业务经验，出任广宣部经理恐怕难以服众。我刚来的时候，你也觉得我没经验啊？我觉得珊珊可以，别说是总经理了，就算是秦总你的位置。哎，小妍姐，秦大哥，你别听小妍姐她胡说，我做广宣经理不行的。珊珊，你喜欢在锦心工作吗？你尽管勇敢的去做，不用想太多，你的身后有我。我宣布，由庄珊珊出任我们公司食品代言人，并兼任广宣部总经理。好，好事。我不同意。秦佳敏，你已经不是锦心的员工了，你无权干涉。还有，你身后这两个人，我们不是很欢迎。小李，送客。我不是锦心的员工，可我还是锦心的股东。我今天来是来正式通知，我决定把我名下10%的股份卖给张国龙先生。根据公司规定，股东转卖股权，家属具有优先权。我是你哥哥，你想转卖股权，我应该是第一人。你已经把我赶出秦家，也说不认我这个妹妹。人已不在，但还可以做买卖的。秦小姐想要转让她的股份，哎，张某正好又可以买得起，买家卖家都同意，你又何必从中作梗呢？张国龙，你当这是你的台球厅啊？我们公司有我们公司的规定，股份在我名下，我只是来告知你。秦总，咱们以后就是合伙。就是合伙人了。为什么要给秦佳敏10%的股份？他才来公司几年，珊珊都没那么多。为什么要跟珊珊比？为什么不和珊珊比啊？庄言，你是觉得我故意偏袒，有什么好处想给自己妹妹是吗？难道不是吗？锦心本来就姓庄，你敢说你完全没有私心？我如果有私心，就不会把自己亲妹妹赶出公司了。我如果想对锦心不利，我今天为什么不把股份直接卖给张国龙？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帮珊珊拿回属于她的一切。找我干嘛？有话快说，我跟你没那么熟。我和周子阳分手的那天，我有过轻生的念头，少在我这儿卖惨，我不吃这一套。但是我没有，
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因为你插足我和周泽阳的感情而轻生的话，秦大哥他会自责一辈子，他也不会原谅你。我不想你们兄妹反目，因为我知道秦大哥他有多么看重你。我们已经反目了，而且是因为你，庄珊珊。我知道你今天找我的目的，别白费力气了。那10%的股份我一定要卖。你不是不知道张国龙和秦大哥的关系，你也不是不清楚，如果张国龙拿到那10%的股份，这对锦心意味着什么？佳敏，你真的要为了周泽阳不顾锦心的未来吗？我为什么要关心锦心的未来？你那个好堂姐不是口口声声号称锦心是你们庄家的产业吗？你自己没用，守不住家产，能怪谁啊？小妍姐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也从来没有把锦心当成是我的家产。庄珊珊，你省省吧！你这副纯洁小白花的面孔，我早就看腻了。你有这个时间在我面前装可怜，还不如继续抱紧我哥和庄严的大腿。佳敏，你到底怎么样才能不把股份卖给张国龙？只要你说出来，我都会去做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可别后悔。我不会后悔。1个月后的食品交易会，那我要你跟我公平公正的比一场。我跟你比。珊珊，小妍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饭都不吃就一个人跑来这儿？那我和佳敏打赌，谁能在食品交易会上签下更多单子，谁就赢。如果我赢了，佳敏就不把股份卖给张国龙了。你之前不是提议我做代言人吗？我想组个舞团，说不定能出奇制胜呢。我要是输了的话，咱俩就得一起滚出海城跟锦心了。哦，行，也没跟我商量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嘛，小妍姐，这是佳敏提出的条件，我只能全盘接受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，争取不输。就算输了也没关系，还有我呢，我给你善后。不行，小妍姐，这次我要凭借自己的实力和佳敏公平竞争，就算我输了，也要输得光明磊落。你只要记得自己想赢，相信自己，全力以赴就行了。你早就可以独当一面了。找我干嘛？本小姐忙得很。关于佳敏那10%的股份，我还是想跟你解释清楚，不是我给他的，是庄叔给他的。庄什么叔？珊珊的爸爸？对。当年锦心因为决策不慎而陷入危机，是佳敏凭借一己之力打开悦城市场，周转了资金，帮锦心渡过了难关。从那以后，庄叔有了退隐的意思，所以把锦心托付给我，并且给了佳敏10%的股份，就是希望我们兄妹二人齐心协力守住锦心。这么说来，你和秦佳敏才是他选中的接班人。在他眼里，珊珊算什么？他只是觉得珊珊的天赋并不在公司的经营，他也不希望她陷入商场的尔虞我诈里。他是为了保护珊珊，才把珊珊放在剧团里面的。所以在他眼里，珊珊的天赋就是做一只温室里的花朵，永远活在别人的保护伞下。那他有没有想过，没有自保能力的珊珊可能会活得有多惨？他只是不想强迫珊珊做她不擅长的事，但他也同样扼杀了他的潜力，这是比看不起他更傲慢的否定。齐墨，我认识的那个和你很像的人有一点做得很好，就是他尊重他人命运。他虽然从不关心我飞得高不高、累不累，但是他也绝对不会折断我的翅膀。珊珊在全力以赴准备这次的比赛，我赌她会一鸣惊人。
哎，庄经理，这有一封从国外给珊珊小姐的信。音乐学院报名表，早不来晚不来，非要珊珊好不容易对锦心感兴趣的时候来。你怎么来了？帮秦佳敏打探消息啊？我也是珊珊的哥哥，我只是担心她的进度。那你可以放心了，珊珊做的可好可顺了。你真的觉得这样的方式比珊珊出国留学更适合她吗？什么意思？做广宣部经理，出任代言人，都是你的主意。你喜欢竞争，但珊珊并不喜欢。我只觉得珊珊最近好像笑容都少了，我觉得她并不快乐，这不是她的梦想。你跟我谈快乐教育？珊珊好不容易对锦心有了兴趣和斗志，你鼓励她去追求梦想，你是怕她一炮而红之后抢了你在锦心的话语权吧？你就这么在乎珊珊在锦心的话语权？你到底是为了她着想，还是为了完成你的执念？庄严，你浑身是刺，但珊珊没有，我不希望她长出棱角。是啊，我浑身是刺，也是拜你们所赐。今天可太累了。是啊，真的很累。你注意到没有？今天街上有多少你的广告牌？8个，其中有一个这么大。赵珊珊，你火了，以后你就是锦心行走的活招牌。别说是区区一个总经理，就算是董事长，你也唾手可得。开不开心？开不开心啊？我投降，我投降。开不开心？小妍姐，你把我想得太厉害了。公司里那么多前辈，我才进公司几天，哪里够格？而且，我打算忙完手头上的事就离开公司。什么？在锦心的这几天，你和秦大哥教会了我很多东西。过去的我遇到挫折就会躲避，可现在我已经有了直面这一切的勇气。小妍姐，我已经联系了茱莉亚音乐学院，我想重新回到舞台上。可是你才刚在锦心站稳脚跟，这个时候走了，我之前的努力和布局不都白费了？小妍姐，你来锦心是为了我，对吗？你想在锦心帮我站稳脚跟？我知道你现在很信任秦墨，可以后的事谁知道呢？自己的东西还是握在自己的手里比较好，至少先占个位置，以防万一嘛。小妍姐，你来公司这么久了，你觉得秦大哥把锦心经营的怎么样？他确实做得不错，我承认他是一个出色的生意人和管理者，可物归原主是天经地义的。你可以拿回锦心之后，继续雇秦墨帮你干活啊。那如果我说锦心现在也是我的呢？啊？你没听错，锦心现在是我的。那秦墨是什么情况？名义上的掌门？3年前，我爸因为战略失误，导致锦心差点破产。老板，你之前让我调查庄严，又有了新的消息。
所以，表面上是齐墨在掌管锦心，实际上是帮你守着家业。是，秦大哥一直帮我顶住压力，好让我能专心做自己的事情。这还是我认识的秦墨吗？这不是男菩萨下凡吗？小妍姐，你可能真的不了解秦大哥，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人。他不图财，不图利，知恩图报，一诺千金。佳敏是他的亲妹妹，他知道佳敏不喜欢我，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把她放在越城。关于锦心归属权的问题，他也没跟任何人说起，就是为了保护我。那他怎么从来不解释呀？任由我误解他？那你要去问秦大哥呀。小妍姐，你一直像一个女战士一样不停地往前冲锋，是时候回头看看，有一个人在你身后默默地守护着你。你回来了。你这是？想请秦总吃个饭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赏光？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有事儿你可以直接问我。你这样，我还有点不习惯。对你好还不习惯？受虐狂啊！放心吃吧，没毒，刚刚打包回来的。秦墨，我敬你一杯，这一杯跟你道谢，也跟你道歉。珊珊都跟我说了，你们之间发生的一些事儿。我真心的感谢你，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对珊珊那么好。我虽然很希望珊珊过得幸福，但是我也从来没问过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是你让她过上了真正想要的生活。还有，我要为我对你的偏见道歉。我一直以为是你抢了珊珊的锦心，总是跟你过不去，还想把你踢出公司。对不起了。都是为了珊珊，没关系了。那你是原谅我了？原谅我就干了。爽快。好啦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开始问问题啦。从我进锦心开始，就一直对你有误会，为什么你从来都不解释？因为好奇。好奇？从一开始我们见面，你就像一个麻烦一样无处不在。从你一开始跟我回家，再到挤破脑袋要进锦心，我因为搞不清楚你的意图，所以无从解释。后来我发现，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珊珊，所以我也觉得没有必要解释，因为在这一点上，我们至少目的一致。哎呀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进锦心啊，就是为了跟你抢公司，一直在找机会，想得头都大了。我还想过要跟你结婚，把锦心变成夫妻共同财产，这样离婚之后分割财产，还能给珊珊留一半的家产呢。我就搞不明白，为什么在你的设想里，嫁给我就一定要离婚啊？你还怪会抓重点的。既然话都说开了，我还有最后一个疑问，我希望你可以坦诚的回答我。你说，你到底是不是庄严？是。
大家保持一下秩序，有序排队啊！大家可以到门口领取见面会的号码。118。小李，你那边怎么样173份订单，加上我这个就400了，我们胜券在握了。哎，我看看，这是谁为自己代言呢？啊，你呀？那我为自己带醋行不行？我蘸饺子吃。保安，这里有人扰乱会场秩序。哎，没有啊，我们也是来正经参加交易会的。庄经理，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我们国龙食品啊，是用真材实料和你们做对比，你们呢？添几个姑娘，你们羞不羞啊？啊，我就想问你们锦鑫是不是正经公司啊？就你们那几种料也叫做真材实料啊？我看你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吧？哎，你们国龙食品签出去几单了？别放过期了都没人买。你还是这么牙尖嘴利啊！彼此，你还是这么令人作呕。说的是谁令人作呕呢？哎，哎，上来就动手动脚啊！不是你先动手的，张国龙，你要是对我们产品感兴趣，就去后面给我好好排队。呸！我才看不上你们这些垃圾！你说什么？不跟你表演见识。小李，把他们清走。清走？哥，你当我是垃圾吗？我不能靠近锦鑫吗？当你选择跟张国龙站在一起的那一刻开始，你就失去这个资格了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怪不了别人。佳敏，只要你留下锦鑫的股份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庄珊珊，你别得意太早，还不到最后一刻，结果还不知道呢。你们就是这么做生意的吗？啊，怎么了？发给我们的居然是过期食品啊！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黑心商人？退钱！赶紧退钱！我记得我离开锦鑫前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规模的加班。庄珊珊，这么多人替你擦屁股，你不羞愧吗？哎呦喂，这都几点了还上班呢？咱在锦鑫要实在干不下去了，就去我国龙，我敞开大门欢迎。挖墙脚挖到别人门前了，还要不要点脸啊？要脸还做过期食品？我今天不跟你吵架。庄珊珊，愿赌服输。我答应过的事情绝不食言，我会自己离开的。不过这件事跟小妍姐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当初可不是这么答应我的吧？现在反悔是不是有点晚？在我们锦鑫食品承认错误、同意退单之前，这场比赛还不算完。哎，锦鑫要解决这次麻烦，应该不简单吧？对于生意人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时间。不如我们各退一步，让佳明把股份转让给张国龙，我们拿到钱之后一拍两散，你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化解这次危机。你做梦吧！佳敏，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，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因为厌恶我就做出错误的决定。行啊，只要你登报承认是你做小三勾引的泽阳，我就考虑不签转让合同。金佳敏，你够了啊！明明是珊珊先和周泽阳在一起的，我们不计较你捡垃圾，你还没完了！要登报，登你的恩将仇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没事的，小妍姐，只要能保住锦鑫，不就是登个报纸吗？我登就是了。不许登！过期食品是谁搞的？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？现在查出公司有内鬼，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。水落石出之前，谁也别想转让股份。哎，金佳敏，你把我当驴哄啊！你可没告诉我有这趴。当初是你说要把股份转让给我，要不然我才没空参加你这家庭伦理的破事儿。我告诉你，金佳敏，今天你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走。哎，龙哥，滚一边去！走。这。
打我，给我上！珊珊，轻微骨裂，还想继续跳舞的话，我建议还是要住院观察几天。谢谢医生。没事。小妍姐，你别担心我。齐墨，你帮我好好照顾一下珊珊。我有事儿出去一趟。秦大哥，我没事儿，你去看看小妍姐吧。好。程岩，就算张国龙罪有应得，你一个人去，也解决不了问题啊。你以为我要去找张国荣算账啊？我像是那么没脑子的人吗？那你是要去干嘛？当然是回公司查查过期食品的事情了。我不能让珊珊白白背这个锅。原本想让张国龙按照既定的命运落网受罚，既然他想找死，我送他一程。庄严，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，这件事情交给我。好妹妹啊，你就原谅哥哥好不好？哥哥刚刚就是想吓吓锦心那帮人，我怎么能对你做出什么呢？哎，你看，咱们之前也说好了，事儿我也做了，就把这个合同先一签。你当我是傻吗？要不是我哥，现在浑身是伤的就是我了。不，佳敏，张老板只是一时冲动，你哥如果心里真的有你，怎么会把你赶出家门呢？可我签了也没用啊，不是说需要经过股东们投票同意吗？股东那边是张老板和秦墨之间的事情，对，跟咱们没有关系。你不要再替他考虑那么多了，你一直把他当成最亲的人，可他呢？他心里早就没有你这个妹妹了，早没有你了。老大，哎，坏事了！怎么教你的？做人要稳稳当当的。厂里使用地沟油的窝点已经被端毁了。什么？谁告的密？是谁？张老板，你身上的惊喜真是不少。看来合同是签不成，就算股东们同意，我也不会把锦心交给一个即将入狱的罪犯。泽阳，我们走。过来！疯了！老实点儿！老子现在穷途末路了，你想跑啊？做梦！张老板，你先别冲动，你先放开佳敏，拿我当人质。给我滚一边拉去！你的命值2毛钱吗？我劝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儿，只要有你在，老子就还有希望。警方接到热心市民举报，国龙食品厂使用地沟油加工食品，此线索已经核实，警方破获大批地沟油生产线，参与犯罪人数56人。目前罪魁祸首张国龙暂时逃脱。张国龙使用地沟油的事这么早就被爆出来了，天助我也啊！加上他走私珍稀动物的罪名，够他老弟坐船。热心市民。热心市民秦先生，能不能跟我说说，你怎么知道他使用地沟油的事情啊？你是混过帮派啊？做过社会老大？你是
是警匪电影看多了，把脑子看傻了是吧？我做的是正经生意，可是也难免和那些三教九流打交道。张国荣多行不义，要找他的把柄，那还不容易？那你早就有办法，还不告诉我，害我白白担心。你是担心张国荣，还是担心热心市民秦先生？这二者能比吗？要不要看看你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参照物啊？本台新闻插播：嫌犯张国荣的藏身地点暴露，一名秦姓年轻女性被他劫持为人质。加冕。你再等着我，再等！信不信眼珠子给你挖出来？妈的！要知道谁去报的我，老子要知道谁出卖的我，老子弄死他全家！老大，警察开始通缉我们了。你练的什么东西？是周泽阳送来的东西，人现在在外面。打开。啊。秦佳米啊，你还真是幸运啊，遇到这么个痴情种。把他带进来。好。泽阳，佳敏，佳敏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苦了，佳敏。张老板，张老板，这是我的全部家当了，我都给你，我都给你，放了佳敏好不好？泽阳，你快起来！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佳敏，我们走，别怕，别怕，我们走，别怕。佳敏，你没事吧？你来做什么？当然是来找你。你放心，张国荣那边我会处理。你先跟我回家。处理？回家？你忘了是你把我赶走的吗？我被张国荣绑架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我担惊受怕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泽阳为我付出一切，下跪求张国荣的时候你又在哪儿？佳敏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没想到张国荣会如此丧心病狂。是哥哥不好，你恨我怨我也罢，你先跟我回家好吗？秦墨，是你先不要我的。从今天起，我没有哥哥，也没有亲人，我在乎的人只有泽阳。你放开我！秦墨，佳敏不想跟你走，你不能强迫她。周泽阳，你不用在我面前演戏。佳敏是我妹妹，她怎么被张国荣抓起来的，你比谁都清楚。你放开我！走。走。我是不是很失败啊？我妹妹都对我恨之入骨。确实挺失败的。你呢，想人人都好，处处都好，往往会适得其反。你是来嘲笑我的？别把我想的那么坏啊！我是来夸你的。
这次呢，多亏了你英明神武，处理得当，先是揪出过期食品是季红搞的鬼，第一时间登报发道歉声明。地沟油事件之后呢，马上安排消费者参观工厂，证实了锦心食品的安全。这一通操作下来，可谓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秦墨，你很厉害，但你不是超人，不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紧。你也不差啊，使用舆论这招，我还是跟你学的。秦老板，怎么被夸了还是一点都不开心啊？珊珊，你怎么下床了？小妍姐，你看我又能跳舞了。你看你跳的气喘吁吁的，赶紧坐下来歇会儿。我不累，我一想到我能重新回到舞台上，我就开心。妈妈，既然你想重回舞台，追逐自己的梦想，那我便支持你去茱莉亚音乐学院。还没睡啊，秦大哥？你腿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秦大哥，我想申请茱莉亚音乐学院。秦大哥，我不是一时冲动，这么多年来，你把我保护的太好了，我从来没见识过人心的险恶，几句甜言蜜语就能把我骗得团团转，险些毁了自己的人生，也给你和小妍姐添了很多麻烦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现在已经可以自己为自己负责了，无论以后的生活是美好还是风浪，我都想自己去经历一下。更何况佳敏现在回来了，我也不希望她因为你偏袒我而难过，她还是很在意你这个哥哥的。好，我尊重你，但记住了，不要逞强，有任何问题随时回家，我永远是你大哥。好，那齐大哥，我先去睡觉了。关于庄严，我一直有件事情想告诉你。其实庄严她，我知道她不是真的小妍姐。你早就知道庄严的身份是假的了。关系再疏远，毕竟也是表姐，是真是假，我一试就知道。那你为什么没有拆穿她呀？从她冒充小妍姐那天开始，她处处为我着想。从周泽阳再到锦心，她一直都在保护着我。可她毕竟跟你非亲非故，又来历不明，你就真的不怕她给你带来危险吗？在锦心大部分员工眼里，我跟你也是非亲非故啊，你不还是一样对我好？怎么，你就不怕我给你带来危险？小妍姐处处为我着想，如果没有她，我还在被周泽阳耍得团团转。秦大哥，我希望你别因为身份的事而去伤害她。好，那就好。去休息吧。小姐，秦总不让您出去。我就要出去。小姐，求您了，您真的不能出去。佳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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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进来，泽阳！佳敏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。泽阳，快点带我走吧。这几天我快担心死你了，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可是，我现在还不能带你出去。为什么？你得主动跟秦墨认错，和庄家姐妹和解，回到锦心上班。我有听错吗？宝宝，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放下戒心，让你顺利回到锦心呀。
我为什么非得回到锦溪不可啊？为了我们的未来，只有你能回到锦溪，我们才可以里应外合的瓦解掉庄严。只要秦墨能认清庄严，我们之间的恩怨自然而然就化解了呀。佳敏，你愿意为了我去咽下这口气吗？哎，你们怎么都不吃啊？秦佳敏，有话直说吧。我怕你在菜里下药。这几天我仔细想过了，我决定和周泽阳分手。你这是演哪出啊？你舍得跟周泽阳分手？前几天寻死觅活要绝食的人是谁呀？就是因为寻死觅活，才想通了很多事情。抢来的终归不属于我。我和周泽阳在一起这段时间，麻烦总是比快乐多。我虽然喜欢他，但是如果和他分开能让我们的生活回归于平静，我愿意强迫自己重新开始。听明白了，苦情戏，想回锦溪围魏救赵啊？很可惜，我们都不会相信。小妍姐，佳敏，我相信你，我也有过逼自己狠下心的阶段，我能理解，也愿意相信你。只要你自己能想得通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再说，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，大家都会欢迎你回来的。别算上，我不欢迎。秦大哥，你愿意让佳敏回来吧？我不管你是虚情还是假意，我只问你一个事情：你对你自己说的话能负责任吗？我能。哥，珊珊，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让你们伤心的事，我不奢求你们现在就能原谅我，但是以后我会用行动证明我说的话。请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秦大哥，秦佳敏，你给我听好，这个家所有的人都是你的亲人，我希望你不要辜负大家，还有珊珊对你的信任。我不会辜负你们的。吃饭，哥吃饭吧。来，哥。庄经理，珊珊，这是我根据锦溪上个月的销售额重新调整的产品方案，你们有空的话，能不能帮我看看？有什么问题多交流，欢迎大家指正啊。秦佳敏，绿茶这一套算是被你学到精髓了。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，别在这玩聊斋了吧。小妍姐，没事的，珊珊，我本来也刚回公司，还得重新熟悉情况。小妍姐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为什么那么容易相信他？你忘了他以前对你做过什么了？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佳敏现在已经知道错了，咱们也得给他一次机会啊。你看他这样是真心要改错吗？这才几天啊，改邪归正了。我看他就是在演戏。他没你想的那么坏。珊珊，你不要那么天真，人要吃一堑长一智。你永远傻傻的相信别人，不就是等着被别人算计吗？小妍姐，你总这样防备别人不累吗？佳敏已经知道错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就原谅他。我的妈呀！我就是因为你这么单纯才这么累。小妍姐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你不要总是把我当成小孩子。这样你累，我也累。我本来打算把办本表给你的。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说你还没来得及给我？你是不是还想说你都是为了我好？可是我确实是为了你好。你揭露周泽阳是为了我好，防备秦大哥是为了我好，针对佳敏是为了我好。
现在呢？现在藏起报名表也是为了我好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我需要你这种好呢？真莎，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保护你。之前藏起报名表，是为了能让你安心的留在锦心，掌管锦心才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我明白了，你从一开始就已经计算好了每一步，连我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你算计的一环。你可能真的觉得你是为我好，可是我不需要你这种自以为是的好，我不需要你为了我去勾心斗角，去伤害别人。锦心是秦大哥救回来的，理应归他所有。我不愿意和你揣测亲人，也不愿意活在你一厢情愿的期待里，所以，请你以后别再随意干涉我的人生了，行吗？